你知道吗？在这个世上有一样神奇的东西，能让你变得很健康、很快乐、很有钱。我见过无数高人都在使用这套技术，让自己处处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这个神奇的东西就是能量。你一定知道，电视机可以通过调转频道接收到不同的画面，但是你知道人的身体也可以通过调转频道看到不同的现实世界吗？如果你想要通过身体的内在能量调频，不断地看到好人好事、财富、成功在你的身上发生，接下来的影片你一定要看完，它可能会彻底改变你的人生。接下来我将分享一套密不外传的绝学——内在能量调频术。先调频再做事，这是成事的心法。宇宙的规律是频率相近的人事物会自然吸引，所以我们的能量层级和振动频率决定着我们做事的结果。如果你现在的频率在10楼，那么无论你怎么费尽心思去选择、去努力，你所遇到的人脉资源和场域都是10楼的人事物。如果你现在转变一个思路，先不着急去做事，而是想一想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自己的能量频率上升到50楼、80楼、100楼，那这个时候你所遇到的就是100楼这个层面的人脉资源和场域了。我们所处的外境会因为我们自身的生命状态而发生变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外在世界是我们内心世界的投射。现在我们就来探讨这个话题：什么叫内在能量？什么叫能量调频？如何从内在获得能量？你的内在能量和现实世界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怎么正确精准地对身体进行能量调频，吸引显化你所想要的东西？这个视频有点长，如果你能耐心看完，绝对让你终身受益。所以请先放下手头的事，仔细地聆听。我猜测你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在寒冷的冬天里，靠近一个火炉，你会感受到温暖和舒适的氛围，甚至无需触碰，透过空气你就能体验到那股暖意。这就是火炉的能量。虽然这种能量在3维世界中无法直接看到，但通过基本粒子的振动、扩散和辐射，它已经让你产生了实实在在的感觉。其实咱们宏观的世界存在的一切人和物，时时刻刻都在向外部扩散、辐射着，带着各种信息的基本粒子，它们不断地震动、吸引着、干涉着、纠缠着、聚合着，促成事情发生的物质显化。比如听一个人说话的语气以及用词的习惯，就大概的能够感受和判断这个人当下过得怎么样，内在的能量高不高，以及短期的运气怎么样。比方说言语里面表达的消极的观念词汇比较多的话，内心就是比较缺乏力量，比较迷茫，比较困惑的。相反，那些表达的相对客观理性，且在理性当中透露着一种生机和希望的，表明的是内心比较安静，比较平静的积极面对生活的。那什么是人的内在能量呢？为了方便你去理解，那我姑且这样去下一个定义：
你时刻不断地向外扩散。浮散的带有你某种倾向的念头和情绪的信息，能够影响外部人和物的粒子波。想象一下，你扔一块石头到池塘里边，水波涟漪一层一层不断地向外扩散的样子。你老婆一个眼神，甚至不需要讲话，你就能感受她有没有生气。在公司里迎来了一位新同事，仅凭外表你就觉得对她不感冒，不想靠近，说不出具体原因，就是看她不舒服。一个满身刀疤的黑社会大哥在你身边跟你一句话也不说，你就会觉得浑身不舒服，想要赶紧躲开。这些人甚至未与你交谈或互动，但透过一定的距离，他们已经传递了带有倾向信息的能量，触发了你的感知。这说明人的内在能量确实存在且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你用得好，利人利己，甚至可以改变人生；你用得不好，伤人伤己，甚至毁了人生。那么我们要想用好内在的能量，就必须要了解另一个重要概念：能量频道。那什么又是能量频道呢？你可以将自己比作一台电视机，拥有各种频道，每个频道展示不同的画面。当你调至电影频道时，屏幕上呈现的是各种电影，而切换到新闻频道，你将看到的全是新闻。有人绘制了一张人体内在能量频道的示意图，非常直观且实用。现在分享给你，请注意，这张图将人体内在能量状态划分为不同等级，每个等级对应一个频道。示意图的上半部分代表高频的正能量，而下半部分则是低频的负能量。每个能量频道都关联了一个关键词和一个状态，随着能量数值的升高，频道信号变得更强，状态更好，吸引正面的人事物，好运和成功的能力也随之增强。相反，数值越低，状态越差。这张示意图非常科学且重要，你随时可以对照自己的内在能量状态位于哪一个频道。灵性稍微觉醒的人都能够听懂我在讲什么。相反，通常没有觉醒的普通人，在遭遇不幸事件后，很容易沉浸在负能量的频道中难以自拔，这导致他们的言行散发着这些负能量，进而吸引更多不好的事情，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这样的循环会一直持续，直到整个人生都沦为负能量的体质，成为可怜的备受煎熬的人。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有的人你一看他就觉得很不舒服，很可怜，戾气重，苦瓜脸，倒霉蛋，像个死鱼。而我观察过身边的一些高人，他们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掌握了一手能够对自己能量进行转念调频的技术，处处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一顺百顺，好事连连。高人遇到坏事会敏锐地去察觉，快速地去调频调整，始终让自己处于正能量的频道里，绝对不会滑向负能量的频道里。他们安住在慷慨、专注、诚实、智慧、平静、觉知、合一、
慈悲宽容，勇于担当，全然负责的能量频道里，让坏事到此为止，不再蔓延，不再循环，不再造更多的因果。同时呢，把这每一件的坏事看作宇宙对他的提醒和警告，以这件坏事为起点，做出最优的策略，最好的改变，最有品质的回应。高手长期处于正能量的频道里，好像得到上天的庇佑一样，经常有好事的发生，而坏事很少发生。即使发生坏事，也能妥善圆满地去化解，不种任何新的厄运种子。有缘人，你一定要时时刻刻的内观，摆脱大脑二元对立的思维控制，保持神性意识觉知在线，时刻敏锐地察觉自己所在的能量频道和能量状态，不要滑进负能量的频道里边，让它去散发出来，摧毁你的人生而不自知。请你记住我下面的话，所有命里可能发生的厄运只是种子，种子要开花结果，它是需要阳光、雨露等外部条件的。厄运种子的外部条件就是你长期在体内持有的愤恨、懊恼、悲伤、恐惧、贪欲、冷漠等等这一堆的负能量。厄运种子以你负能量为食物不断的壮大，请千万不要用负能量去滋养它们了。那么如何从内在获得力量？王阳明曾说，心外无物。在我们面对每一刻的焦虑、痛苦等负面情绪时，通过内在获得的力量，将自己带回平和，直面自己的困境、处境，最终扭转外在的实相。那么怎么做呢？无论这个世界外界发生什么事情，始终把你的觉知放在你的心性以及你身体的感受上，去看到因为什么样的事件和处境会让你心生波澜。当你感觉到内心不平和有波澜，当你感觉到自己在当下掉入了恐惧和焦虑，请在这里告诉自己，我看见了我当下的不平和，我看见了我的恐惧与焦虑，我接纳，然后全然放松身体，深呼吸，去关注自己恐惧焦虑的感受，全然地陪伴自己，逐渐回到平和状态。不要去抗拒和逃避你人生过程当中所有的困境和处境，因为越是抗拒越持续。去直面恐惧与焦虑，直面每一个不平衡的当下，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的物质身体的感受上，全然体验当你恐惧焦虑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怎样的。你可能会全身发冷，可能瑟瑟发抖，全然的陪伴这份不平和的感受，最终让自己回到平和。记得在人生出现困境的时候，永远提醒自己静能生慧。所以无论你处于怎样的混乱，都首先让自己平和安静下来。当你处于平静之中时，生命的转机总会出现在你的面前，而你不断地去练习，在负面能量不平和的状态中将自己拉回来，回到当下的宁静、喜悦与自在。你就在练习一次又一次从内在获得力量，而没有依赖任何外在的人和事，进而有一天，你可以从过去的心随境转，而做到当下的境随心转。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迫切想知道如何正确调频，提高自己的能量频率呢？调到爱的状态，调到喜悦的状态，调到合一的状态。接下来我将与你分享提高能量频率的11个方法。1. 调频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转念。你的念头决定了你的能量和频率。人说的话就是内在的念头和能量在外部显化的一种方式，也决定了你输出的语言模式。但反过来说，你的语言也会反向影响你的能量频率，让你转念。所以有一种有效的改变运气、提升能量频率的方法，就是有意识地去觉察自己的说话习惯，不断地刻意练习自己说话的方式。大概分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少说话。人都是活在大大小小的惯性里面，包括说话方式。改变的第一步就是降低原来模式的惯性力量。如果觉察到自己负面的语言比较多，那就先从少说话开始，降低负面语言习惯的唤醒力量。在说话之前停顿3秒，去觉察一下即将说的话底层的念头是什么，及时的去转化这些念头。那念头一转，语言就变了。这个阶段就是多觉察，少说话。第2个阶段，训练自己的积极思维。凡事都有2面性，就像下雨天，你既可以选择享受雨天独特的意境，比方说听着窗外的雨，在室内泡一壶热茶，看看自己喜欢的书，也可以非常的享受。但是你也可以选择讨厌雨天，感觉心情压抑等等。但其实绝大部分的好坏都是个人主观的选择。如果你养成了喜欢看积极的一面，进而会影响你的磁场和运气。等完成这2个阶段之后，自然你的语言模式就发生改变了，整个人也是一次由内而外的更新和进化。佛家讲身、口、意3业，就是你平常的行为、语言、思想都在制造对应的业力，也可以说是因果。所以你如何说、如何做、如何想，就决定了你的人生的种种结果。如果你想要人生有一个好的状态，事业、家庭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一定要注意自己平常说话的方式。调频最实用的方法就是睡觉。状态不好了，你人就变得愚蠢了。所以不要去做决策，一做决策就错。所以正确的方法就是倒头就睡，立马就睡。你睡醒了之后，你的能量又恢复上去了，你又变得有智慧了。睡眠是能量的基础源泉，如果你睡眠不足，状态肯定会很差。有些人为了工作，每天只睡6个小时，甚至更少。研究表明，这很不明智，这是在跟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如果你想要保持长期的精力旺盛，你必须强制性的每天睡够7至8小时，来补充能量。如果你是个睡眠很少的人，你也许会感觉自己的精神还算稳定，但是一整天你都会隐约地感觉到一点点的疲惫。但是也许你不认为这样会变得更糟，
一个有趣的实验显示，睡眠很少的人，即使表面上看起来精神很稳定，但实际上心理上的表现会出现持续的下降。因为这种下降很微小，所以自己往往感受不到。建议在未来30天里，晚上10点上床休息，包括周末时间，抛开一切电子产品，包括手机。3. 跟高能量的人共振，因为高能量的人他会散发一种频率，散发着一种高能量的频率。你在他的面前，你跟他一起共振，跟他的能量一起共振，这要求你的能量向他的能量开放，他的能量也向你开放，你们一起共振，你的能量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调整。也就是说，只要你想到这个人，你全身就会充满能量，它能带给你希望、光明、勇气、智慧与力量。它可以是历史人物、信仰偶像，也可以是现实中的人，甚至只是一个概念化的形象都可以。当你需要补充生命能量、提升振频的时候，你可以静坐下来，闭上眼睛，而后观想它，观想这个能够让你信任并充满敬仰的高能者的形象，去感受与他生命能量的融合，让他的内在品格、思想、人际交往以及做事的方式流进你的身体。当你和他深入连接，你的心和他的心就会越来越相应，那么他高频的生命能量就会源源不断地注入你的生命，从而快速提升你的能量振频。4. 与大自然共存，大自然对每个人都是爱的，所以你跟大自然共振，其实是你跟爱的这种能量共振。你进入到爱的这种能量频率当中，你说爱是不是一种高频的能量呢？当然是一种高频的能量。那么当你想学会跟大自然共振，最重要的是你要学会链接大自然。所以当你进入到大自然，你必须要学会跟这个大自然链接，你才能够跟它这种爱的能量共振得到。5. 进入到高频的能量当中，比如说大自然是一种爱的能量，它当然是一种高频了。高能量的人，他也会有一种高频的能量。其次，你可以选择其他一种高频的能量，比如说喜悦，比如说平和，比如说你感觉到一种内在深深的安静，也是一种频率。这种高能量的频率，你在这个大自然当中，甚至你在水晶当中，在一棵大树的旁边，都有可能散发得出来。那么你要学会去链接，学会去体会。你怎么知道它是一种高频的能量？就是你把你的身体打开，跟一种能量链接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舒畅，你会感觉到宁静，你会感觉到身心是一种舒服的一种状态就可以了。换一句话说，如果有一种能量你打开的时候，你感觉到一种不舒服、不安的、紧张的一种感觉，那么你可以收住，你可以把这波能量弹开。6. 选择高频的音乐共振，音乐也是自带一种能量的，比如一首高维能量音乐，就是用音乐的能量一起共振，你的能量跟音乐的频率一起共振，
你可以到一种内在非常自由、非常美妙的一种状态当中，这就是共振所带来的一种体会。7. 你可以选择被一种高频的光沐浴着，可以是高频的光、白光、金黄色的光、彩虹色的光，都是一种高频的光。你在这个光当中，你在这个爱当中，你在这个丰盛当中，你在这个圆满当中，你在这个富足当中，全部都是一种高频的能量状态。你进入到这种高频的能量状态，你的频率就会跟随着这个能量的状态一起去共振，然后把你的频率调到你想要的那个状态当中。这就是所谓的共振，这就是所谓的调频。8. 每天锻炼对你的能量等级来说是一项长期投资，但它很容易被划分成短期投资，很难坚持。如果长时间不锻炼，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身体素质会越来越差，让你的思维变慢，甚至很难保持一天的体力。如果你正在尝试努力找时间来锻炼，不要觉得非得去健身房，形成一个小习惯，每天做一些俯卧撑或者拉伸，每天坚持，这会让你的心脏收缩力更强，血液流动加快，并且这不会浪费你多长时间，每天顶多10分钟左右，不会打乱你繁忙的日程表。你可以去健身房，但要在每天做一点小运动的基础之上，这个基础会让你变得更灵活，即使你有时没法去健身房，仍然在坚持锻炼。9. 在早晨做比较难的工作，尽早开始这个习惯，每天早晨起来，开始工作的前几个小时，先把一天内最难的工作做完。这个是影响你能量的心理因素。我们的能量跟心情有很大关系。如果你完成一些很难的任务或很重要的工作，你会感到非常开心和充实。如果你把时间浪费在邮件、会议、电话或者没有意义的小事情上，这会让你很挫败，感觉一整天都很枯竭。另一个原因是，一个人不可能一直保持深度工作状态，所以集中起来做重要的事，比把它们穿插到不同的时间块中要好得多。建议把早晨刚开始工作的2小时固定为深度工作时间，去完成重要的工作。10. 每天开始前设定目标。能量经常与你的状态有关，努力工作能让你克服拖延，并且保持一整天精神饱满。但如果你工作懈怠，你会浪费大量的精力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一天下来也会感觉很疲惫。有一个方法能够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那就是每天在开始工作之前，给自己列出清晰的目标，最好在前一天晚上就列好。睡觉前想想你明天的目标，并把它写进你的日程表里，这样在你第2天醒来的时候，更容易自然地进入目标中写下的任务中专心工作。建议睡前写下你第2天的计划。11. 说出自己的目标或意愿。有些人的观点自我矛盾，
一方面他们相信别人很容易就能说服他们去按照对方的意愿或目标做事，另一方面呢，他们又相信他们自己没有能力去改变别人的动机，去做他们想让别人做的事。事实上，你需要变成自己目标或者意愿的销售员，推销自己，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你自己。如何开始呢？第一步就是包装你的目标，设计你的目标或者意愿，把它们设计成切实可行的目标，让它来影响你的行动。你已经做了吗？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刺激的挑战？下一步需要你不停地刷新和思考自己的感受，要经常想你为什么要走现在这条路，你想要到达什么地方。好的营销者懂得直面顾客，并想象自己该如何引导顾客，所以你应该直面自己，思考你要通过什么方式获得能量，来支撑你自己一直做下去。建议每天花10分钟思考一下，你今天的哪些行为对你朝着目标前进是有帮助的。12. 调整你的生活。最后一个习惯不是一次性的任务，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你需要不断地调整你的生活，从中剔除那些不和谐的部分，减少与他人的冲突。我们很多的能量都被浪费了，浪费在了我们生活中的不和谐的部分，不论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都是我们与他人的冲突造成的。可能是你的同事阻挠你的升职，可能是你的朋友取消你的目标，甚至是你自己对目标的恐惧，以及那些让你踌躇不前的胡思乱想。花点时间去解开生活中不同的冲突，并观察自己是如何解决的。有可能你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让生活有所改变，也有可能需要一个长期计划才能摆脱这种生活环境。甚至有时候社交圈子或者思想信仰水平会让你回到原处。有缘之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启发，请你点赞回应，留下一句接收高频能量，开始承接你的美好新生活吧。永远记住，频率对了，一切都对了。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积累无量功德。